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orace。首先抱歉，這個 FF07 拖了快要半年才發出去。接下來你看到的就是一個很純粹的使用者心得。當我第一次收到這個機殼，就是一個相當內耗的開局。我這個木箱被大大寫上我的名字與收件日期在上面，這要我以後怎麼賣二手出去？想想一個比5070還貴的 ITS 機殼，就這樣被寫在木箱上面。我只能說，這個 Hiki 一貫風格的木質外箱，經過實測會讓前公司收發誤以為是一個一次性的外箱，而且讓你二手想賣還要把鐵片彎回去，可以說是相當的困難。打開之後可以看到非常厚實的泡棉，畢竟之前動態也說了，整台會超過14公斤，基本上沒有任何攜帶性可言。配件有華碩 Loki 的定制線，加上一些螺絲。因為我使用過了2個月，移了幾次後，腳墊就開始掉了。加上重量，我完全不建議你移動它。中央有一個顯示卡導風的設計，拆裝電源要注意6角螺絲的直徑。如圖所示，我自己家的工具是無法使用的。雖然說這個機殼是照着 Loki 的外觀去設計，但其實你要裝其他家的 SFXL 也不是不行，畢竟多數都是12公分風扇的配置。延長線的部分就是 Gen 5的延長線，組裝上是先鎖在主機板上。如果你沒有跟着廠長用 ASUS 的主機板的話，你就會發現 CPU 散熱器的位置會跟影片上看的不一樣。像我用利敏 X67 就會發現你只能用束帶固定，連開口都會跟你作對，因此你只能照着廠長的配置，買着一張華碩的主機板，然後下吹也要選擇 ID Cooling 的下吹散熱器。接着為了避免條狀進氣口導致的風切聲，這個忘記的人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 Terra 那一集。總之，為了要避免這些狀況，我裝了一個15 mini 的反葉風扇，然後再反過來裝，這樣可以讓散葉的距離離面板大約多了5 mini 左右。現在顯卡安裝的部分就是照着 ROG 5090的外觀去做 ，PCIe 線材到螺絲的固定都是量身打造，這個外觀的整合當然是無話可說，用力按壓也不用擔心絲毫的變形，可以放心使用。但由於凹槽非常多，很快你就會被灰塵影響心情，包含顯卡都會卡灰塵。最後我在拆下來準備關箱之後，順便也拍了幾張不裝5090的照片給大家參考。很顯然在協調性上是搭不過來的。在這將近3個月的過程中，我不認為這是一款 DIY 的產品，或者說不能以 DIY 產品的標準去看兼容性，畢竟這是一個相當接近定制機殼的產品。超過5070或是9070XT 的價格，也讓多數人不可能去嘗試。要說除了外觀外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USB I/O 的部分。2個 C 口其實是用 Hub 的形式完成，連同音源接口都是透過前置 USB 輸出。這讓我想到我自己買的那一台 Mac Mini M4 Pro。我想對於影片創作者來說，有2個 C 口就算是共享頻寬，我認為也算是一種加分項。畢竟現在連滑鼠接收器都開始有 C 口。以上內容就到這邊。那希望下一代的顯卡會有一個類似 ROG 5090大小的產品出現，或許我還會有機會再裝一次。那我們就下次見啦，拜拜。